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 AMC Entertainment 第一季度收入超预期，受《沙丘2》等电影带动，尽管季度收入下降，但仍因《功夫熊猫4》等电影的上映而获得缓冲。AMC 通过播放演唱会、电影等替代内容拉动票房，以弥补电影制作延迟带来的损失。第一季度收入 9.514 亿美元，略低于去年同期的 9.544 亿美元，但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8.71 亿美元。接下来这条 Robinhood 连续第二个季度盈利，因利率上涨和加密货币交易推动了收入增长。接下来 Airbnb 第一季度收益超预期，但第二季度营收低于华尔街预期，股价盘后下跌 8%。 虽然住宿公司第一季度受益于北美以外地区的旅游需求，但 Airbnb 预测其第二季度营收低于分析师预期，因受汇率波动和复活节假期时间影响。请看下面这条 ARM Holdings 业绩不及预期，全年营收预测低于分析师预期，导致股价下跌 7%。 尽管3月份业绩超出预期，但人工智能计算的建制速度不确定，导致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估值过高。ARM 预估全年营收介于38亿至41亿美元，低于分析师预期，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的股价也随之下跌，如 NVIDIA 和 Advanced Micro Devices。 让我们关注英国央行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但对暗示可能降息持谨慎态度。市场预期央行将在8月和11月或12月分别降息25个基点，但近期压住较早降息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请看下面这条，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格伦伯格因该机构存在普遍的性骚扰、歧视和欺凌行为而受到国会议员的辞职要求。如果他听从要求，全国银行可能会面临重大影响。接下来，苹果一段展示其 iPad Pro 创意用途的广告因其对工具的破坏性表现而引起争议，该广告引发了负面反应，人们认为它不尊重创造力，并推广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接下来这条，4月份企业破产数量创年度新高，因加息预期落空导致负担沉重的企业倒闭，破产增加与对利率快速转向信心下降有关。让我们关注埃隆·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Corp 预计最早本周完成融资，估值约180亿美元。让我们关注美元对多数货币维持窄幅波动，因交易商期待美国关键通胀数据来了解美联储政策。日元因日本与美国巨大利率差而小幅上涨。接下来这条，亚太股市持稳，因投资者等待中国贸易数据评估中国经济状况。日元在日本暗示可能干预会事后企稳。英国央行将决定利率政策，预期市场对6月降息的可能性高度关注。接下来，美国暂停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包括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针对哈马斯激进分子行动中使用的重型炸弹。美国此次暂停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对巴勒斯坦城市拉法进行军事袭击，反对美国总统拜登的立场的情况下做出的。接下来这条，4月份中国的出口恢复增长，进口超预期增长，表明海外需求有所改善。进口增长 8.4%， 高于预期，出口增长 1.5%， 与预期一致。随着政界人士希望这种改善能持续到今年剩余时间，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快于预期。最后一条，乌克兰击落17架针对敖德萨地区的俄罗斯无人机。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